好的，有朋友們在老 K 預測準的時候，哇，留言說好準。同樣也有朋友說，老 K 到底對過一次沒有？其實當你的認知到了一定高度，就不會再糾結於此了。再說一遍，老 K 本身是 IT 總監出身，所以特別擅長搜索資料。我只是將賠率和博彩市場中的資金流向告訴大家。這裡面又分為大眾資金和所謂專業機構的聰明資金。至於裡面到底能揭示什麼樣的規律性，到底有沒有用，只能靠屏幕前的你自行獨立去判斷。足球是圓的，什麼可能性都有。但如果專業機構的資金走向永遠錯，我覺得那也不會。只是就跟投資股票一樣，你要把它當成一個長線的投資，那麼也許會有規律性，但一定要淺嘗即止。小賭怡情，大賭傷身。老 K 自己是從來不賭球的，但我是 IT 總監出身嘛，所以價值投資一定是管用的。前提2個：第一，你要選好最好的標的，比如選納斯達克指數；第二，你必須在最低谷才能買。也許還有第3個標準，就是長期持有。我聽過印度巴菲特說過一句話，做價值投資根本不需要標新立異，你只需要 copy follow 就可以了。比如美國巴菲特、英國巴菲特，他們買的股票其實都差不多， ROE、ROIC 最好的，壟斷性最強的，自由現金流最好的。過去老 K 偶爾提過一句，這裡就不展開了。所以關於西班牙對葡萄牙，先說結論，老 K 更看好西班牙勝出，最可能的比分1-1或者2-1。那麼賠率和博彩市場的資金流向方面，最開始西班牙的勝賠處於低位，而且持續得到了買單的支持，這也是由於西班牙整體年輕化，而且傳控體系成熟，大眾籌碼特別是散戶的資金大量的流入了西班牙獨贏的方向。但在亞洲讓球盤，西班牙通常讓出平半 0.25 的盤口，儘管上盘熱度比較高，但是大額的專業資金對強對話保持謹慎，所以有一些專業資金暗中流入了受讓的葡萄牙，要提防本場比賽進入加时賽或者點球大戰。那麼大小球方向，淘汰賽階段大家的戰術趨於保守，資金流向已經明顯偏向小球，特別預計葡萄牙會上演防守反擊，西班牙的陣地戰也會陷入消耗，市場看好雙方不會上演進球大戰，特別是由於雙方實力在伯仲之間，世界杯淘汰賽這種特殊的賽制，專家也建議重點關注平局和小球的方向。那麼老 K 建議幾個組合：第一，搭配一個半場選平局，再搭配一個全場選平局；第二種，同時購買比分1-1和1-2，這也許可以覆蓋90分鐘最可能出現的2種焦灼的比賽結果。朋友們，現在越來越喜歡看大家的留言，就像你們也喜歡聽我侃大山，評論區裡金句多呀，大家也不要放過。所以感謝您的點讚、評論、熱推和分享，感謝您的訂閱。好，我們繼續。那麼今天的比賽，老 K 提醒大家重點關注佩德里。在許多人眼裡，特別是老 K 自己，看佩德里踢球就像聰明的狐狸一樣，他總是不斷地改變進攻的方向，無論是自己運球或者通過傳球的方式。他是有極高的球商，而且也有頂級的控球擺脫能力，同時還兼具一種偏向於古典中場球員的大局觀。而在巴塞羅那球隊裡面有一個非常著名的故事，就是過去梅西對佩德里的照顧。梅西不僅是他的偶像，更是他在職業賽場上的領路人。過去巴塞羅那的主教練科曼，對，也就是這屆世界杯荷蘭隊的主教練科曼曾經透露，梅西在訓練中非常看重他隊友的理解能力和技術的水平。而在佩德里剛刚到巴塞羅那一線隊前2場訓練，就看到梅西開始不斷嘗試和佩德里建立聯繫，並且主動給他傳球。那麼這也是巴塞羅那更衣室的一個潛規則，如果梅西不在訓練中傳球給你，說明他沒有認可你的能力。而梅西從第1天就開始頻繁地找佩德里打配合，這在科曼眼中是終極確認，證明佩德里完全有能力留在一線隊，而且可以打主力。佩德里自己也曾經回憶過，作為隊長的梅西在巴塞羅那給了他許多非常寶貴的戰術建議。梅西會特別指導佩德里如何在對手的後防線和中場線之間區域狹小的空間裡穿插，並且梅西還經常告訴佩德里，在比賽中隨時隨地要保持冷靜，還鼓勵佩德里要像在街頭踢球一樣感到很自由。這對於當時只有17歲，剛剛還只能在 PlayStation 裡面和梅西打交道的佩德里來說，哇，這球王突然變成現實中的隊友。所以他的鼓勵和指導意義重大，而且每次佩德里有好的表現，梅西總會親自祝賀，並告訴他永遠不要放棄。所以佩德里最開始見到梅西本人的時候，就感到非常震驚，因為梅西在更衣室裡對待他就像普通朋友一樣，非常親近，沒有任何巨星的架子。6年前，在20年12月，2個人在聯賽中已經互相傳球接近了100次，
梅西傳給佩德里46次，佩德里傳給梅西47次。這種數據對於一個剛剛成年17、18歲的新人來說極其罕見，甚至於18歲的佩德里在場上閉上眼睛都能找到和球王梅西的默契，他無需抬頭看就知道梅西在哪裡。這樣的頂級意識讓梅西也完全信任他，而且依賴他，這是一種自然的化學反應。所以梅西自己在剛剛認識佩德里不久，就曾經私下問過當時的總監，這孩子你們是從哪兒找來的？這句話就表達了對佩德里天賦的驚嘆。而鮮為人知的是，佩德里從小時候開始，他最擅長的運動其實不是足球，是網球。雖然足球也貫穿了自己整個童年，但是他在網球這種球拍類運動上表現出極高的天賦。從他在加那利群島成長的時候，佩德里就經常打網球。他身邊的朋友家人回憶，他不僅在網球場上視野開闊、預判準確，而且同樣展現出極為出色的手眼協調能力和靈活性。也許這種球感還有對節奏的把握，就是日後他在足球場上能有如此的技術風格的原因。所以在他更小的時候，家鄉的俱樂部曾經認為他在網球方面也具備職業球員的前景。要知道西班牙的男子網球很強啊，有納達爾呀，甚至從事網球經濟效益可能更大，賺的錢可能更多。不過由於自己的家族有濃厚的巴塞羅那的足球背景，以及自己對伊涅斯塔極度痴迷，佩德里最終還是毫不猶豫選擇了足球。而且在學校裡，他也嘗試過籃球、手球等多種項目。正是憑借着他這種海島少年特有的活力，還有根本停不下來的多動的性格，佩德里從小就能夠勝任任何需要跑動和團隊協作的體育活动。那麼他出生在加那利群島的特內里費島，他的整個家族是不折不扣瘋狂的巴塞羅那球迷。他的爺爺甚至在當地親手創建了一個巴薩球迷協會。而且由於全家對巴塞羅那極度痴迷，他小時候家裡面吃飯用的餐盤，甚至鍋碗瓢盆上面都印着巴塞羅那俱樂部的隊徽。佩德里曾經開玩笑說自己真的是吃着巴薩的飯長大的。而其實佩德里的本名是叫佩德羅·岡薩雷斯·洛佩斯。之所以又被大家稱為佩德里呢，是因為他童年加入第一支家鄉球隊的時候，隊裡面已經有一個年紀比他大、身材比他高壯的男孩，也叫佩德羅。為了區分這兩個人，教練和隊友們就開始叫他 Little Pedro。小佩德羅在西班牙語裡就是佩德里，這個原本用來形容他瘦小的綽號，最終成為了現在世界足壇最響亮的名字之一。在佩德里剛刚只有8歲的時候，他在學校寫過一篇關於未來的短文。他當時非常認真地寫，自己長大後的夢想就是成為巴塞羅那隊的職業球員，而且更絕的是，文章最後他還加了一句：如果我以後結婚，我的新娘也必須是巴薩的球迷，否則這日子沒法過。所以目前他正在交往的西班牙模特亞歷杭德拉·多爾塔，同樣也是來自加那利群島的特內里費島，是佩德里老鄉。兩個人在2年前就有過來往，25年7月正式確定了情侶關係。今年5月份就在巴塞羅那擊敗皇馬，拿到了第29座西甲冠軍以後，佩德里在諾坎普球場和亞歷杭德拉深情的擁吻，也算是向公眾正式介紹了自己的女友。按照佩德里的信仰，我們盲猜亞歷杭德拉也必須是巴薩球迷。他現在已經融入了佩德里巴薩的社交圈，包括奪冠慶功晚宴上也是他陪同佩德里一同出席。而且我們現在經常看到他身穿印有巴薩標誌的球衣，站在諾坎普球場為佩德里加油。不過這位漂亮的模特自己的 Instagram 賬號是私密狀態，很少在媒體鏡頭前露面。但有趣的是佩德里15歲那年曾經前往皇家馬德里的巴爾德貝巴斯基地進行試訓。然而試訓的那一周，特內里費罕見地遭遇了大雪和暴雨，天氣極端惡劣，導致試訓被迫中斷。佩德里最終只參加了2場隊內的訓練賽。而皇馬的青訓教練當時就認為這個瘦弱的小男孩達不到俱樂部的標準，拒絕錄用。後來的佩德里曾經回憶，當我穿上皇馬球衣的感覺很奇怪，我看着胸前的皇馬徽章，總覺得哪裡不對勁兒。幸好他們拒絕了我，這也成為我後來的動力，讓我最終能加盟我一生摯愛的巴薩。所以這天公不作美，搞不好是天上哪位神仙在幫忙啊。那麼碰壁以後，他回到了加那利群島，加入了拉斯帕爾馬斯的青訓營。但僅過了1年，當時一線隊的主教練佩佩梅爾觀看青訓訓練，被這個16歲男孩超凡脫俗的球商和視野徹底震驚了。主教練直接說，我們不能讓他留在梯隊再浪費時間了。於是16歲的佩德里在一場青年隊的比賽都沒有踢的情況下，直接被提拔到一線隊，簽下了職業合同。
而2019年9月，巴塞羅那高層光速簽下了這位神童佩德里。合同簽署的時候，16歲的佩德里甚至還在青訓學院的宿舍裡呼呼大睡呢，直到經紀人給他打電話通知他，你現在已經是巴塞羅那球員了。嚯，那時候他還以為自己在做夢，迷迷糊糊地推醒了旁邊的室友說，兄弟，我好像要去巴薩了。但後來即使在巴塞羅那一戰成名，身價暴漲，佩德里依然保持着非常樸素的島民的性格。像2020年歐冠首秀，當時對陣費倫茨瓦羅斯隊，佩德里替補登場，還進了一個球。當時媒體拍到這位初出茅廬的球星前往諾坎普球場的時候，居然拿了一個當地連鎖超市的簡易塑料袋，拎着自己的球鞋和洗漱用品。他的青训教練解釋說，當時因為防疫的規定嘛，大家都要用袋子裝自己的衣物，但別人都會裝進那種奢侈品的包包裡，只有老實的佩德里直接拎着個塑料袋就進來了。而那一場歐冠一戰成名以後，當時沒有滿18歲，還沒有考取駕照的佩德里，在賽後只能在球場門口伸手攔了一輛黃色的出租車回家。當時這一幕也被敏銳的記者拍下來，這一張照片也成為了世界足壇一段趣聞。對了，冷知識啊，佩德里的父親費爾南多是當地一名業餘的守門員，但因為種種原因沒有實現職業足球夢。為了彌補父親的遺憾，父子倆一直有一個溫馨的秘密傳統。每當佩德里跟隨巴薩或者國家隊贏得了一項重要榮譽，他回到家後就會親自罰一記點球，讓父親來撲。這是一種特殊的方式，也讓父親在自己家裡面過一把當職業門將的夢。對了，佩德里還有一個哥哥，比他大2歲，叫費爾南多。兄弟倆的感情極好，從小在自家後院踢球的時候，因為哥哥年齡大嘛，力氣也大，佩德里總是被強行安排去當守門員。但由於身材太矮小，他經常是连球帶人一起被哥哥的射门轟進了球網裡，所以從小經常被哥哥血虐，但這也極大地鍛鍊了他的反應速度。直到後來哥哥發現根本就晃不過這個弟弟了，才允許他也踢中場，也可以控球。而佩德里的家鄉加納利群島一直是盛產高品質的香蕉，叫加納利香蕉，所以從小佩德里就是個瘋狂的香蕉愛好者，每天都要吃好幾根。他在少年隊踢球的時候，因為體能無限，隊友開玩笑說他身體裡流的不是血液，而是香蕉汁兒。所以直到今天，每次回到家鄉，他最愛的零食依然是媽媽親手剝的家鄉的香蕉。還有在進入正規的青訓營之前，他當時幾乎都在小鎮的廣場和街頭上踢球。據當地的長輩回憶，小時候的佩德里有個外號叫影子，因為在街頭總和那些比他大3、4歲的孩子一起踢球。那些大孩子經常因為搶不到他的球而氣得破口大罵，但佩德里總能像影子一樣就那麼滑過去。在那種沒有裁判、充滿了身體對抗的街頭足球的環境裡，身體最弱小的佩德里卻創造了連續幾個月在街頭爭霸賽從來不輸球的記錄。而他從小到大唯一的偶像就是伊涅斯塔。有一次小時候，佩德里去理髮店，非常認真地要求理髮師，請給我剪一個伊涅斯塔的髮型好嗎？而他爸爸聽到後趕緊阻止了理髮師，哭笑不得地對佩德里講，兒子，你不能剪那個髮型，因為伊涅斯塔那是脫髮，那是地中海，你現在頭髮挺多的。這麼多年過去了，這一直是全家人最喜歡的笑話之一。所以其實佩德里的足球生涯是他哥哥帶着一起開啟的。當時只有4歲的佩德里跟着哥哥費爾南多去參加當地球隊的訓練，哥哥的教練一眼看到場邊的佩德里展現出非凡的天賦，主動邀請這個只有4歲的小男孩加入了他哥哥的球隊一起踢。所有的隊友都比他大2歲，但由於天賦異禀嘛，儘管比哥哥小2歲，佩德里還是很快就和費爾南多一起出現在家鄉球隊的各級梯隊裡面。像這種跨級挑戰比自己更強壯的對手，這樣的經歷磨練了他的控球技術和對抗的能力。還有一點，現在佩德里每場比賽都會佩戴他哥哥費爾南多的護腿板，這也被他當作自己的一種幸運符，也是真愛兄弟情誼的一種體現。那麼咱們佩德里在完成了群島的義務教育以後，沒有選擇追求大學的學位，他很早就決定全力投入足球訓練。這話說的好聽，其實就是不愛讀書嘛。沒辦法，因為從小他就最喜歡街頭足球，總是會和哥哥一起踢球到腳痛了為止。後來他也曾經感慨，街頭足球那段日子是他生命中最純粹的快樂。對了，他們父母經營了一家餐廳，所以兄弟倆小時候都在餐廳裡度過，他們所有的正餐也在餐廳裡解決。但是在父母和叔叔們忙着給客人們上菜的時候，
兄弟倆總是球不離腳，就在桌子和椅子和客人的腿之间穿梭控球。不過虽然家裡的餐廳非常忙碌啊，但佩德里的父母從来没有要求他去餐廳帮廚，也沒有服務過客人。他的叔叔就曾經開玩笑說，除了足球，佩德里這輩子從來沒有幹過別的工作。而在後來佩德里成名並且加盟了巴塞羅那，他依然選擇和哥哥費爾南多住在一起。在佩德里還沒有18歲、沒有駕照的那段時間，一般來說是哥哥開車，哥哥沒有空的情況下，他才偶爾也會打出租車。現在雖然成為了頂級的球星，但他依然會和哥哥一起偶爾切磋一下網球。所以這一場西班牙對葡萄牙最重要的人物，除了 C 羅和亞馬爾之外，我覺得佩德里包括葡萄牙的 B 費這兩位中場大師的發揮，同樣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那麼葡萄牙隊現在最重要的好消息是沒有明顯的傷病，而西班牙這方面就比較複雜，像亞馬爾、波羅、拉波爾特、尼克威廉斯都因為疲勞或者各種各樣的原因身體有些不適。尼克威廉斯仍然在努力想趕上對葡萄牙這場戰。那麼戰術方面，關鍵是西班牙右路對上葡萄牙左路，亞馬爾加上波羅對上了門德斯和萊奧，這一路對決會左右整場比賽的結果。西班牙隊希望用連續的配合將努諾門德斯固定在自己的防線上，而葡萄牙則希望努諾門德斯斷球以後直接釋放萊奧的衝刺能力。另外中場羅德里加佩德里對上了 B 費加維迪尼亞，西班牙這邊羅德里如果能夠控制住比賽，那葡萄牙就只能被迫後撤。而如果維迪尼亞和內維斯能夠贏得更多的第二點球，那麼 B 費就能在對面的拉波爾特和庫巴西身前制造混亂。西班牙隊到現在0失球，門將烏奈西蒙的狀態和整隊的壓迫都做得很好。但是不要忘記 C 羅只需要一次完美的傳中，一次點球，一次2點球就能改變比賽結果。所以西班牙主教練德拉富恩特肯定會要求拉波爾特、庫巴西對 C 羅要做身體上的限制，同時防止 B 費的斜傳找後點。隨着這一場比賽，世界杯淘汰賽的強強對話終於開始拉開帷幕，血腥程度和殘酷程度也將逐漸升級，讓我們拭目以待。好，美國對比利時，先說結論。老 K 認為美國晉級的可能性更高，這主要因為國際足聯耍賴呀。美國隊主力中鋒巴洛貢的紅牌禁賽，國際足聯竟然給他緩期1年執行，這真是演都不演了。所以在賠率和博彩市場方面，在巴洛貢確定可以出戰以後，市場迅速向東道主美國隊傾斜。美國隊已經從最初的微弱劣勢逆轉成為更被看好晉級的一方，而進球的大小盤，常規時間 2.5 個球，大球的賠率遭到了猛烈的做空，目前已經低到了-145，小球則升到了正120。市场非常看好兩個隊在常規時間內會爆發對攻大戰。而作為本土作戰的東道主，美國隊在資金面上佔據了絕對的統治地位。目前在獨贏盤中，散戶資金尤其狂熱，高達 66% 的投注單，還有 84% 的總資金量都壓在了美國隊常規時間可以取勝。而在球員方面，巴洛貢復出的消息公布後僅僅 2.5 個小時，他就超越了比利時的神鋒盧卡庫，成為了大家都投注全場首粒進球者最可能是巴洛貢，還有任意时間進球也很可能是巴洛貢。巴洛貢成了資金量壓注最多的球員。現在大部分的專家看好美國隊的主教練波切蒂諾，但也有一部分傳統的分析師，他們的定價比利時的勝率 37%， 美國的勝率 34%， 更青睞比利時。這是因為德布勞內和特羅薩德的中場組織能力，以及盧卡庫替補上場後的終結力非常恐怖。但大家都有共識兩個隊防守都有隱患。比利時本屆世界杯僅有1場零封，美國隊的防線在打硬仗的時候也很吃力。但是兩個隊進攻武器都很充沛，所以可以選兩隊都有进球或者大 2.5 球。那麼組合老 K 的推薦，第一種可以選雙方均有進球，再加上選一個全場總進球數大於 1.5 個球。第二種風險高一些，可以選美國隊晉級，再加上巴洛貢在任意時间內有進球或者助攻。那麼這一屆比利時踢得最好的球員之一，阿森納的特羅薩德，他跟 C 羅一樣有同一個怪癖。這些冷知識在賽場上特羅薩德有非常鮮明的個人標誌，無論春夏秋冬，無論天氣多熱，他幾乎都是穿着長袖球衣，或者會在短袖裡面加一件緊身的長袖打底。過去他也透露過，這個習慣從他只有幾歲，剛剛踢球時就養成了。小時候他覺得長袖的那種包裹感還有貼身度讓自己非常有安全感，也很自信。這種對長袖球衣的執念一直伴隨他整個職業生涯，
成為了一種雷打不動的心理暗示。不過，跟許多球星都出自體育世家不同，特羅薩德的家庭完全沒有高水平的體育背景。他出生是在比利時和荷蘭邊境一個小鎮，叫馬斯梅赫倫。從5歲開始，特羅薩德經常和朋友們在馬路上，在學校的走廊裡踢一種沒有任何規則的非正式足球。而因為街頭的空間極其狹小，特羅薩德必須不停地用極快的敏捷去閃躲各種汽車呀，還有牆壁呀，還有衝過來搶球的小夥伴呀。這也讓他在無意中練成了絕招，能在極其狹窄的空間完成過人和控球。另外，小時候特羅薩德確實是 C 羅的狂熱粉絲，他自己在成長期只要看電視，眼睛就離不開 C 羅。他當時覺得 C 羅控球過人進球的方式簡直太輕鬆了，就像變魔術一樣。所以小時候他經常在院子裡瘋狂模仿 C 羅的踩單車、變向、各種盘帶，這在當時就激發了他的夢想，一定要成為一名職業球員。而且咱們特羅薩德也是位出了名的双足怪，他的左右腳射門和傳球的精準度幾乎沒有任何区別，甚至連英超官方都專門統計過，特羅薩德左右腳射門次數幾乎是精準的1:1。但這並不是天生的，而是得益於他外公的魔鬼訓練。特羅薩德小時候極度依賴右腳，但他外公每次帶他去公園加練的時候，都會嚴格要求他，如果你想成為頂級球員，就必須學會用左腳踢球。所以外公是他第一個教練，不厭其煩糾正他要多用左腳，這才有了現在在禁區內左右兩路都可以通吃的頂級邊鋒。但是在比利時，他不屬於黄金一代那種年少成名。特羅薩德一直到15歲才加入了根克的青训，隨後就遭遇了長達4年的漂泊生涯。他先後被租借到多支低級別的聯賽球隊，甚至踢過比利時第3級別聯賽。所以他的前隊友也是好朋友守門員維爾特拉爾斯曾經感嘆道，我跟德布勞內、庫爾图瓦我們都當過隊友，但特羅薩德他是從16歲的第3級別聯賽一步步走到今天阿森納的巔峰，這是我看過最瘋狂最勵志的逆襲故事。是的，所以到了現在比利時黃金一代落幕之戰，場上最有威脅的已經變成只有特罗薩德。那麼小時候特罗薩德身材也是非常矮小，性格內向也很溫和，完全沒有同年齡的天才球員经常有的那种狂妄的自戀。每次訓練或者比賽，外公都會風雨無阻守在場邊，像個職業經紀人一樣一直盯着他。如果表現好，外公就會帶他去買好吃的冰淇淋。但據隊友們回憶，這個場下看起來毫無攻擊性、毫無侵略性，甚至有點好欺負的小男孩，但一旦拿球到了场上，就像換了一個人。14歲那年，他幾乎憑借一己之力，用一記不可思議的進球，強行帶領自己的小球隊拿到了青年聯賽的冠軍。而在歐洲，像德布勞內、像阿扎爾這些比利時的天才，往往10歲左右就已經被各大豪門的青訓牢牢地鎖死。只有特羅薩德一直到15、16歲才被比利時豪門根克的球探發現並且簽下。這對職業青訓來說，15歲才進入正規學院已經是非常高齡了。但他憑借自己恐怖的領悟力，在極短時間內補齊了所有的正規戰術課，只用了2年就完成了在根克一線隊的首秀。对了，去根克之前，由於在低級別聯賽青年隊的表現太逆天，當時整個比利時甲級聯賽的球探都已經盯上了他。博胡尔特俱樂部為了留住這個寶貝，在特羅薩德15歲的時候直接開出了條件，你如果留下，破格可以升入成人一線隊。這是一個非常具有誘惑力的條件。但特羅薩德和外公卻非常冷靜，他拒絕了低級別聯賽的主力位置，毅然決定前往最大的豪門根克青訓營，是時候挑戰更殘酷的競爭了。也就是到了根克，特羅薩德和庫爾圖瓦、德布勞內、本特克成為了隊友。而據隊友回憶，在16、17歲那個青春期躁動的年紀，絕大多數小球員一到周末或者一有了空閒，最想幹的事情就是偷偷跑出去喝啤酒，參加一下派對，體驗一下夜生活。可特羅薩德對這些完全不感興趣，他的日子過得就像個苦行僧，腦子裡永遠只有一件事：踢球、訓練、研究比賽。正是這種驚人的專注度，讓他在和德布勞內這樣頂級的天才競爭的時候也毫不遜色。另外有一點，根克的青訓教練對他進行了一種極其嚴格的思維特訓。根克青訓的核心理念就是不鼓勵球員在原地拿球盲目的帶，而是要培養他們對空間的絕對的敏感度。所以教練在訓練中不斷要求特羅薩德，你在看到有空間的瞬間，身體必須同時做出反應，全力的前插。正是小时候這種長期的訓練，才有了他現在在阿森納被主教練阿爾特塔公開讚賞的特質。
就是慢思考加上快執行。當禁區內所有人都因為兵荒馬亂，傳球很慌亂的時候，特羅薩德往往能夠展現出青訓時期就練就的冷靜，並且像開了天眼一樣，總能找到防守的縫隙。所以特羅薩德的青訓故事沒有黑科技，沒有特權，就是一個從來不泡吧、不社交的矮個子男孩，靠着外公的陪伴，將左右腳苦練到極其的均衡，而且在狹小空間總能夠把球帶出来。另外，咱們特羅薩德的外貌，大家最愛調侃的就是他那個常年無法消散的黑眼圈，像畫了烟熏妝一樣。他的臉總讓人看起來像是連續熬夜了3天3夜，極度缺乏睡眠。球迷們就經常開玩笑，特羅薩德看起来好像隨時隨地都想躺下來睡一覺。但正是這個長得看着最困的人，往往在球場上踢得最狠最精神。他經常是比賽80分鐘替補登場，在對手體能已經耗盡的時候，用一副沒有睡醒的冷酷表情送出致命一擊。对了，冷知識，特羅薩德還有一個非常安靜的硬核愛好，拼樂高。尤其是疫情期間，他為了打發時間，經常在家裡瘋狂的拼图拼樂高，有時候一做就是好幾個小時。另外，他进球後最標誌性的慶祝動作就是用雙手在眼睛前面比劃一個雙筒望遠鏡。這是由於過去在布萊頓效力的時候，有一次在家裡問大兒子，爸爸下次進球你希望我做什麼慶祝動作啊？兒子立刻模仿了看望遠鏡的姿勢。於是執行力非常驚人的特羅薩德從此就把這個動作當做了自己專屬標籤。阿森納球迷經常調侃這個動作是阿森納的質檢員正在尋找對方防線的漏洞。另外，特羅薩德的愛情在足球世界這個名利場也算是一股清流。他的妻子叫勞拉·希爾文，兩個人都是比利時人。整整12年前，2014年他们就開始交往。那時候特羅薩德只有19歲，正在職業生涯最迷茫、最動盪的出租車時期，就是不斷的被母隊根克外租到比利時乙級聯賽各種保級球隊，拿着很微薄的薪水，前途未卜。而正是勞拉在特羅薩德還不是一個球星，甚至連比利時甲級聯賽的主力都踢不上的時候，陪伴在他身邊，見證了他從一個籍籍無名的第一級別聯賽的輪換球員，一步步成長為國家隊、國腳、英超的巨星。3年後2017年，當特羅薩德終於在根克一線隊坐穩了主力，職業生涯開始騰飛，他們的第一個兒子迪亞哥出生了。是的，那個雙筒望遠鏡的慶祝動作就是大兒子迪亞哥想出來的。又過了2年，2019年6月，特羅薩德終於正式步入了婚姻的殿堂。而且有時候風水這個事情不得不信啊。剛剛完婚的那個夏天，特羅薩德就迎來了人生最大的轉折點。他以1500萬英鎊的身價加盟了英超布萊頓，終於開啟了前往英超的冒險。而妻子勞拉毫無怨言地打包行李，陪着他舉家搬遷到了陌生的英國。而在英國，不同於那些太太團，勞拉是非常的低調。特羅薩德自己的社交賬號呢，除了比賽的照片，就全被勞拉和2個兒子填滿了。無論是去度假慶祝聖誕節，還是轉回到阿森納簽約當天的官方合影，老婆勞拉和孩子們永遠都陪伴在身邊。球迷們經常調侃他，特羅薩德這個人在場下也不泡吧，也不社交，除了在家裡拼樂高，就是在家裡陪老婆孩子。但是沒有任何人的故事是一帆風順的。2023年1月，特羅薩德在布萊頓和當時的主教練德澤爾比發生了巨大的矛盾，甚至一度被排除出大名單，那是他職業生涯經歷最大的風波。所以就在那段極其焦慮，每天都被轉會流言包圍的日子裡，是妻子勞拉在倫敦、在布萊頓給了他最堅定的情緒上的支持，直到他最終成功的加盟了阿森納，並且在首秀就拿出了驚豔的表現。特羅薩德經常在採訪中多次感謝，是家庭給了他穩定的感覺和安全的感覺。另外，身為比利時人，不內訌不比利時嘛，特羅薩德的性格也是非常有性格的。22年世界杯後，當時阿扎爾退役，盧卡庫等人狀態又下滑，特羅薩德在英超的狀態卻如日中天。但是當時比利時的主教練特德斯科更傾向於信任年輕球員，所以將特羅薩德摁在替補席上。對這件事，特羅薩德並沒有像其他球員那樣在媒體面前打太極。有一次歐國聯的比賽被提前換下，他直接對主教練的戰術和用人表達強烈的不滿。就是這個舉動讓他一度無緣國家隊大名單，但比利時球迷和媒體反而都非常欽佩他的血性，認為這家伙就是不屑於那些職場的潛規則。後來憑借自己在阿森納不可替代的大腿級別表現，主教練不得不服軟，重新將他召回，予以重任。這就很像老 K 喜歡的一個大陸演員王傳君。
這也是個性格鮮明、特立獨行的。尤其王傳君和宋丹丹在有個綜藝節目叫《50公里桃花塢》，當時他面對圈內的所謂資深前輩宋丹丹經常習慣是以強勢的家長式的作風要求大家排練節目。有一次會議，宋丹丹就試圖強行推進各種演出安排。在當時那種窒息的氛圍下，大家都敢怒不敢言的情況下，王傳君直接打破僵局，明確拒絕，多次表態：我一定不會演的，我不要。王傳君堅持表示，不希望為了完成任務勉強自己，更希望大家在最後離別的時刻自然而然的表演。所以人活着呀，就真實一點，坦蕩一點，拒絕虛偽，不要膽怯，保護自己獨立的人格，保護自己可貴的邊界感，知世故而不世故。這種剛不是單純的年少輕狂，而是歷經了歲月沉澱之後，已經懂得什麼叫通透。就像特羅薩德，只是不願意做那些沒有意義的社交。每個人的內心都应該擁有只屬於自己純粹的世界。像我最喜歡的電影《我不是藥神》，王傳君的表演讚。好，那麼這場美國對比利時，雙方此前7次交手，美國隊唯一一場勝利要追溯到1930年世界杯3-0，此後美國对比利時6連敗。但此一时彼一時也，千萬不能刻舟求劍，用老眼光看人。這場球巴洛貢的紅牌卻反轉，國際足聯真是丟臉。這也是場外最大的爭議，所以比利时方面在發布會上火藥味很濃，直接諷刺7月5日在國際足聯那裡等於是4月1日。而在戰術對位方面，美國隊核心的思路，前場要壓迫比利時的後防，搶下球權後迅速通過普里西奇、德斯特和邊路去推進，雙後腰亞當斯加蒂爾曼負責覆蓋回收2點球，保持出球的節奏。巴洛貢如果能首發，他的衝刺能夠將比利时的中後衛線向後推，如果配皮上呢，就更多需要队友的服務和禁区內的跑位。而比利时這邊核心的思路，德布勞內在內部區域和線間接球，多庫在左路1對1制造突破，德凱特拉雷負責連接前場，盧卡庫上來之後提供身體和禁區內的威脅。這場球的關鍵是美國主場的節奏，東道主美國隊在觀眾們的支持下，要力圖將比賽變成高強度多打轉換，而比利时隊老將多，必須要把比賽的速度降下來，由德布勞內和庫爾圖瓦控制局面。比利時球員有一點說得非常好，西雅圖主場確實非常偏向美國，但這也很可能反過來給美國隊制造壓力。而這場球如果取勝，美國將自02年以來首次進入到世界杯8強。好的，朋友們，感謝您的支持和每一句評論，老 K 看了真是甘之若飴，所以感謝您的訂閱，感謝您的點讚和互動。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讓我們明天再見。